同学们，那这两台呢，就是你们期待的 DeepSeek 大模型体机，都是来自于新华山。那一个大号，一个超大号，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小号。那这两台的官方名称呢，叫做宁熹 Cube 大模型体机。那这台8U 的高度已经预装了埋血版的 DeepSeek 671B 大模型。那这台4U 的预装的就是32B 和72B 的蒸馏版大模型。那像这种 DeepSeek 大模型体积到底好用吗？那里面又藏着哪些黑科技呢？大家接着往下看。专注测评不带感情，大家好，欢迎收看无情开屏。那关于 DeepSeek 一体机的优势，相信大家也有所了解。那支持内网私有化部署，开箱即用，业务上线迅速，到手插上网线就可以投入使用。软硬件的适配、调优以及测试这些流程，厂商的工作人员都已经全部完成。那服务器的使用体验呢，跟购买普通电脑已经非常接近了。那应用端呢，落地简单、直接且高效。新华山的宁熹 Cube 大模型体机，实际上呢分成了2个主要系列，一个呢是群享版，另外一个就是更为高级的使能版。那群享版呢是一种开箱即用的轻量级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快速体验和技术场景。它预装了 DeepSeek 的模型，提供了可视化的界面，还包含了大模型的升级服务。如果后续 DeepSeek R2 版本的发布，用户呢是可以直接让新华山的小伙伴进行升级操作的。那群享版的型号呢有1000、3000以及旗舰版的5000系列。那每个系列呢又有2个小型号，分别对应 AMD 和英特尔的 CPU 平台。那使能版呢，则是针对深度业务赋能的企业解决方案，那支持复杂场景的定制，适合有深度集成需求的企业用户。那使能版的型号呢是2000、4000和6000系列，同样呢，因为 CPU 的不同，每个系列又有2个小型号。那我们这次呢测评的就是相对轻量的型号，满血版的 DR5000 以及支持32B 和70B 的中端型号 DR3000。那从外观上，大家可以分辨得出来，那这台大的就是旗舰机型 DR5000，那这台稍小的呢，就是 DR3000。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呐，厂商的这个研发速度是真的快，从 DeepSeek 这个概念出现到这个一体机的成品问世，短短的时间内就有了成品的系统。那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们的具体的配置。我们那就先看一下这台8U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整机的那个质感十足，高级感满满。那大家看这一排风扇，一共是3排，每排呢有5个，那总共呢是15个前置风扇。那这应该是我见过的前置风扇最多的服务器了。而且呢，这个风扇还是一个双层的双转子风扇，虽然没有标型号，那这个风扇的功率呢，应该有可能会超过100多瓦，毕竟这么8U 的机项要散热，是吧？那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下面的硬盘区，大家可以看到，默认呢是6块硬盘，那内部呢还搭配了一张瑞德卡，给大家看一下，这是2块960G 的 SATA 硬盘组成的瑞德1作为系统盘，那剩下的这4块呢，就是4块3.84T 作为数据盘。那提供了充足的存储空间，那设计呢也算是十分的贴心，又有系统盘又有数据盘。那作为一个一体机的标准化版本，大家可以看到采用的是一个8盘位的硬盘背板。大家看这个硬盘区域是为硬盘扩展预留的空间。那这个系列呢是最多可以支持29块2.5寸的硬盘。那如果默认可以安装一个更大的硬盘背板，方便用户可以自行升级的话，那就更完美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前面的这个硬盘区域呢，它是可以自行拆卸下来的。看这旁边有这个把手，一拉，看这个硬盘背板就长这样。后面只要在这个空白区域再加2个硬盘背板就可以了，维护还是很方便的。那大家看到了这个服务器的硬件呢，采用的是这个 R5500G6 的服务器平台。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支持8卡 NVLink GPU 的服务器平台。不过呢，具体是哪种 GPU， 这个厂商呢，本来是不想让我透露的。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 logo， 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答案了。在目前合规的 GPU 中，就只有这么一根独苗了。那这8张 GPU 卡的总显存加起来呢，就有1128G。那单机的显存已经过 T 了。
那对于显存需求较高的 DeepSeek R1 672B 来说，可以说是毫无压力。那我们来看一下下半部分，也就是服务器的 I/O 接口跟电源部分。那这个服务器呢是支持12个 PCIe 5.0 接口，还有这个 OCP 接口的。那在这台一体机的配置中呢，实际上只插了2个 PCIe 的设备，也就是你看这儿跟这儿。那 OCP 的接口呢也是空置的状态。那上面这个 PCIe 的设备呢，应该就是连接前面硬盘背板的瑞德卡了。那这8个插槽呢，目前呢就插了1个网卡。从这个接口上来看，是一个10G、25G 的智信网卡。看来在设计这款一体机的时候，目标呢就是一台一体机满足整个公司的 AI 需求，所以呢没有把 IB 网卡纳入到整机的配置中来。那为了确保服务器有充足的电源供应，这个电源模块的设计也算是别具匠心了，设计了8个电源插槽，而且还没有统一规格，插了2种电源模块。这下面这6个就是6个3000瓦的，这上面这2个呢是2个2000瓦的，也就是说下面这6个是3+3冗余，上面这2个是1+1冗余。从这台服务器所有的外观配置来看，主打的就是一个量大管饱。那这台服务器的硬件呢，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友商产品的显著特点，就是它采用了高度模块化的设计。我们刚才看到的 GPU 的计算模块、硬盘、风扇、电源模块都是可以实现独立的热插拔维护的，采用的是这个解耦的设计。这当然属于这个常规操作，但是这个系列的 CPU 计算模块同样也是采用模块化设计，这就是每个系列为什么有2个小型号的原因。那这台 R5500G6 呢，将 CPU 的模块设计成了 CPU 节点，因此呢，从外观上很难判断这个服务器使用的是哪家的 CPU。那这款服务器呢，支持 AMD EPYC 9004系列处理器，以及英特尔自强第4代跟第5代可扩展处理器。也就是说，购买这款一体机，用户呢实际上是可以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多种不同的 CPU 节点类型的。如果这台一体机用的是英特尔 CPU 的计算模块，那搭配的就是2颗858的铂金 CPU， 还有24跟64G 内存。那我们这台 DR5000呢，就是英特尔平台的，而 AMD 平台的 DR5050 CPU 就是更换为2颗96核的9654的 CPU， 内存呢依然保持在整机 1.5T。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这台小点的 DR3000。那这个系列呢就没有采用 NVLink 的 GPU 了，而是采用 PCIe 的 GPU。那硬件平台呢是 H3C 的 R5300G6 的服务器。那硬盘的配置大家可以看到，跟这台大的是一样的，2块 960G 做系统盘，4块 3.84T 做数据盘。那在 GPU 方面呢，大家可以猜猜它搭配的是什么 GPU 呢？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啊。它搭配了4张48G 显存的 GPU， 大家可以看到啊，是这个型号。那整机的显存呢是192G。那这里面呢有个细节，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 PCIe 插槽的布局啊。如果不了解 H3C 服务器的小伙伴可能不太清楚。如果仅仅需要支持4张 GPU， 那 R5300实际上呢是可以采用 PCIe 直通的版本的。那这种版本的价格更低。那为什么要选择成本更高的解决方案呢？主要就是为了扩展性。那 PCIe GPU 服务器与 NVLink GPU 服务器不同的是，当性能不足的时候， NVLink 呢就只能通过增加多台服务器节点进行横向扩展，而 PCIe 呢除了横向扩展之外，它还可以增加 GPU 的数量，纵向提升单机性能。你看这边的空间还能再插4张 GPU 卡，大家看啊，这里面除了 GPU 之外，还插了3张 PCIe 设备。那这个连线的就是连接前面硬盘背板的瑞德卡。给大家看一下它网卡部分的设计，很有意思啊。它是安装了2种网卡，除了一块双口25G 的网卡之外，它还添加了一块4口的千兆网卡。那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开箱即用。毕竟万一用户没有光线交换机的话，以太网交换机总归有吧？那这些小细节呢，就体现了设计的独到之处，点赞。Nice。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计算部分。那它采用的是这种双路的 CPU 设计。我们这台呢是 AMD 的平台，搭载的是2颗第4代骁龙32核的9334处理器。那整机呢也是支持 PCIe 5.0的。那在内存方面，
大家看到一共是24根内置插槽，我们安装了12根32G 的 DDR5 的内存，整机呢是384G 的内存。不过大家发现了吗？那内存容量刚好是这个显存的2倍，所以呢，如果后续要升级 GPU 的话，记得也要同步的升级内存。那采用英特尔平台的 DR3000，只是将 CPU 更换为了2颗第5代的至强32核的6530 CPU， 那其他的配置是没有变化的。那为了保证机箱内部的散热，内置了8个风扇，它是这个2个风扇为一组，那单个风扇的功耗是 59.34 瓦，一个就接近120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是这种2个风扇为一组的。那尽管呢，单块 GPU 的设计功耗是275瓦，4块 GPU 加上8个60瓦的风扇以及2颗270瓦的 CPU， 那总的功耗加起来也就2000多瓦出头。但是为了保证扩展性，依然安装了4块2000瓦的电源。那理论上呢，在这个配置下，4个电源模块即使坏了3个，也能维持服务器的高功率运行。这算不算是工程师的强迫症呢？那大家看前面的介绍，全享版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入门级的 DR1000，除了搭配2张 GPU 之外，那其他的配置呢跟这个 DR3000是一样的，那是不包含后续的模型升级服务的。有模型升级需求的话，是需要单独付费的。那我们的工程师呢这几天呢一直在测试这2台一体机的性能。由于全享版 DR5000 和 DR3000 已经预装好了对应的 DeepSeek 大模型以及 Chat 对话界面，大家拿回家之后呢，基本上只要给网卡设置好一个 IP 地址，就可以完成上架部署了。那这部分呢操作就比较简单，应该不需要我们出教程了吧？那我们的工作中心呢，主要就是测试这2台服务器能够满足多少人同时使用，也就是并发量。在当前的配置下，不同并发数、上下文长度以及输出 token 长度组合下的性能表现，主要体现在请求吞吐、token 的生成速度、响应时延以及首 token 时延这些关键的指标上。那针对 DR5000 满血版6712B， 那定位呢就是满足大型企业多业务的商业策略分析，或者是科研机构复杂科研的研究需求。那我们主要测试了在128和1024上下文长度下，并发从32到256的性能表现。那么为了优化硬件资源利用，提升整个的推理性能，并适配实际的使用场景，我们统一呢将模型的推理的最大上下文长度设置为4096。在128上下文长度的测试下，那这种情况呢，你可以理解为智能客服这种短文本处理场景。在最大1024的并发下，尽管每秒的 token 生成的总数达到了3355个，那首 token 的延迟基本上都在1秒以内的响应时间。不过每个请求平均 token 的生成速率从32并发下的每秒14个下降到了3.5个，基本上就很卡顿了。那从数据上来看，128个的并发，每个请求的平均 token 生成速率在10个附近，10.04个，还是能满足企业用户的正常体验。那按照128到256的中间数据，并发数控制在150个，应该是可以满足的。在1024上下文长度的测试中，这就属于相对复杂的场景了。首 token 呢，除了在1024并发下的134秒，其他的并发数都在1秒附近，属于是秒回答。那32路的并发下，每个请求的平均 token 的生成速率接近13个，但是在256的并发下下降到了3.7个，这个值用起来就比较难受了。从数据上来看，首 token 的时延128的并发下为1秒，那每个请求的平均 token 的生成速率呢也有8.6个。那在128的并发下，这个值是这个服务器接近承载的最大的理想并发值。所以如果是671B 这台 DR5000，无论是128还是1024的上下文，128路的并发还是可以满足的。如果控制在这个并发内，用户体验会更好一些。但是因为我们拿到的是早期的工程样机，相信厂商也会继续的做优化。后续呢，大家如果拿到的服务器的性能应该会比我们的测试效果要更好。那这台 DR3000呢，主要定位是在企业内部应用，我们主要在128跟1024两种上下文长度下进行测试。那同时呢，我们顺便也测试了单卡以及4卡的性能。那单张的 GPU 卡运行8B 参数的模型时，那这个测试呢，也属于让你们知道台式机跟企业级产品的差距到底有多少。
即使在256的并发下，首 token 的延迟也仅为0.1秒。那每个请求呢，平均的 token 的生成速率接近20个。如果使用4卡 GPU 运行8B 的模型，基本上可以承受1000甚至2000以上的并发数。那在1024的上下文中，那数据呢就略有下降，但是单卡即使在256的并发下，每个请求的平均 token 生成速率接近13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那在4卡运行32B 70B 模型的测试中，我们测试了从64到2048的并发数。那数据呢都非常的接近，128上下文中，首 token 的延迟都控制在1秒以内。256并发时，那每个请求平均 token 的生成速率在 9.3 附近。那512的并发下就下降了接近一半。那在1024的上下文中，情况呢基本上一样，32B 的数据有所下降，但是下降的幅度不大，与128上下文的效果非常的接近。但是在70B 1024上下文中，随着参数级别的提升，测试数据呢相比32B 也增加了1倍。像这个128并发下的首 token 的延迟就在21秒，基本上已经不能投入到正常的生产环境中来了。那在64的并发下，首 token 的延迟呢上升到了2.5秒，每个请求的平均 token 生成速率在11个。那70B 的参数下，DR3000单台的64并发基本上接近了这台设备的极限。如果业务系统允许有3秒的延迟，用户的体验应该会更好。当然，这些都是属于 DeepSeek 模型的测试结果。虽然呢，这款大模型一体机的初衷呢是运行 DeepSeek 模型，官方呢也提及了模型的升级服务。原本呢以为要等到 DeepSeek R2 的版本发布，但是在我们快要完成测试的时候，出现了这么一则新闻。阿里于3月6号晚上开源了全新的推理模型 QWQ32B。据官方发布消息，注意这是官方消息，这个模型可以比肩满血版 DeepSeek R1 的671B， 并且呢，官方还贴心的贴出了一张32B 与 DeepSeek 671B 的数据对比图。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数据跟671B 的数据非常的接近。由于千问只有32B 一种参数级别，我们分别在 DR5000和 DR3000对 QWQ32B 模型进行了并发测试。那整个测试过程中呢，我们也是计划不断的调整并发数，实时记录各项数据，就是为了给大家一个全面的、准确的 QWQ32B 在这2款一体机中的并发性能参考。那在这台 DR3000上展现的数据呢，基本上与 DeepSeek 32B 的性能表现十分的接近。那 DR3000呢，也能支撑起256个并发。那如果千问32B 真的如图上说的能有媲美671B 的能力，那这台 DR3000表现的效果就相当于2台安装了 DeepSeek 671B 的 DR5000。那大模型的软件优化不仅省钱，而且可以带来直接成倍的生产力的提升。那鉴于在 DR3000的性能表现，那我们在这台 DR5000上测试千问32B 的时候，我们就将单台的并发数上升到了2048个，而且上下文的长度呢，除了128跟1024之外，我们还新增了2048上下文的测试。那2048的上下文测试呢，基本上是可以处理长篇的文献的，像你的论文、小说、商业计划书或者复杂的代码生成，都可以在这个参数级别下处理。在这所有的测试中，首 token 的延迟一如既往的优秀，都控制在了1秒以内。那在128上下文长度下 ，DR5000在并发数从64到1024的测试中，展现出了极为出色的性能。在较低并发数64的时候，每秒的 token 生成总数达到了3484个。那首 token 的延迟呢，维持在了0.4秒。那随着并发数逐渐增加到了1024，那每个请求的平均 token 的生成速率也在7.9个。那首 token 的延迟呢，上升到了0.6秒。那在2048的并发数下 ，token 的生成速率降低到了4.8。那这个就比较影响体验了。那在128的上下文中，单机1000的并发数算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值。那在1024的上下文中，如果每个请求的平均的 token 生成速率在10个附近作为一个门槛的话，是可以承载512路的并发数的。那2048的上下文中呢，从每个请求的平均 token 生成速率来看，并发控制在300附近，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满足大型企业在高并发的场景下对模型推理的需求，应该是问题不大。那大家可以参照上面的测试思路或者是测试结果来选择一个合适的硬件一体机。基本上一台 DR5000能满足内部100人团队的 AI 需求，应该是问题不大。
那我们也是看了我们自己的测试数据之后，把这台服务器接入到我们公司的内网，通过 DeFi 搭建了团队的知识库。那使用效果呢确实不错，不过碍于时长的原因，下次再给大家详细解说。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